我都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就从我跟我妈出柜了之后，她带我去医院看心理医生这件事开始说起吧。这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其实那会儿宝蓝，我觉得他还是抱有一丝幻想。在我跟我妈出柜之前，其实我嫂子就已经提醒我妈了，就说我们俩关系有点暧昧。我妈其实是在我们在南山租房子的时候就已经有点苗头了。她那会儿已经知道了，也不是知道，就是有点这个感觉不对。对。然后我们跟我妈出柜了之后嘛，然后她当天晚上应该是在百度上找了一些什么中医之类的医生。然后他给我发那个聊天记录，就说您可以把您家孩子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可以来我这边大概看一下。然后他叫我说，要不要今天找个时间一起去那个医院去看一下。他这个医院就是指那个机构一样的医院啊，不是那种三甲医院。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如果要执意要去看的话，就只能去三甲医院去看。对，因为在深圳，我就说反正也能报医保。其实我当时心里有点不太高兴，就特担心就是一些往那个方向去引导的那种。对，就是故意就是为了迎合就我们这个群体父母的焦虑，然后专门赚他们的钱的那种，是的，没有什么医德的那种人。我特担心是这个。然后大概是第2天还是第3天吧，约了一下那个心理科医生，是那种单独见面的嘛，先跟我聊，然后我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要例行公事嘛，有一些询问的要问，然后给我填写表，然后反馈过来说没问题，然后我出来，然后让我妈妈要进去，然后等他结束了之后，妈妈就哭的那种。不过他那个哭不是哭的很那种，他就是有点不太能够接受这种情况。宝蓝一哭，然后学姐就想笑，而且我妈也被我逗笑了。后来她的那个难过其实不是说真的有什么大病或者是怎么样，他只是不太能够接受医生再给他对，再给他说这个现实。学姐的妈妈跟绝大部分的父母都是一样的，跟我爸妈也是一样，就是他并不是说排斥同性恋这个事儿，排斥的是之后老了之后没有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办，就是你现在的没有一个法律的约束，以后到底该怎么办？他担心的是这个。就是我跟我妈出柜了之后，他其实一直跟我灌输的就是说，之后老了之后没有孩子这个情况，他侧重的是这个。包括跟我妈妈也是一样。在这个事情之前，其实还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你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说宝蓝要带你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然后你说你有点委屈。哦，对。但其实我当时是有点生气的，因为当时学姐在深圳，但是我在大连，然后我当时跟我爸妈在一块儿，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的这个事情。对我比较意外的一点就是，就我妈其实比较支持，也不是支持吧，就是她属于那种不太反对，就是对这种事她不太在乎。但是她是至少站在你这一边。对。那个时候，学姐的妈妈跟我的妈妈已经加了微信了，他们之间在互相聊天了，就是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把我俩拆散。然后我妈就把那个所有的聊天内容全给我看，说那个学姐妈妈跟我说一定要让我站在你妈妈的那边，要把咱俩拆散。然后我妈现在在拉战队，但我妈就不是正经人哈，你知道吗？就是开玩笑的那种。比如说那个能吗？逗我。我说应该不能吧，我说你必须站在我这边。然后她说是，那我当然得站在我儿子这边。我妈的态度其实我觉得哈没啥惊喜，因为她就一直都这么一个人。但我爸的态度对我来说就是让我觉得有点惊喜，是因为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说了。我说我真想现在就去深圳找他们算账去。然后老刘是不是就说了那个，就说不要跟我们家这边起冲突什么的？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你不要去掺和他们家里的家事，他们那边可能就是觉得说相对来说比较封建，觉得不结婚是件天大的事儿，跟我们这边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你最好不要去跟人家父母去起正面的冲突。我当时才一下意识到，哦我操，原来我爸虽然说他不会支持你啊，但他也会分析利弊。对，在这个时候就是安慰一下你。然后后来有一次让我觉得特别惊喜的就是宝蓝的那个态度的转变。去年的春节要去我们家过年，所以他爸爸的态度其实是不太想让他去的。是的。但是我先是把这件事跟我妈说，然后我妈的态度就是非常的平静，非常之平静，就说哦好吧，就没了。还在吃饭的时候，他手中的活也没停，这还是吃饭。第2天吃饭的时候，我爸回来了，应该是当天晚上，他们夫妻俩通过气儿了。但是我爸就说过年还是得在我们家过，还是不要去了。但他的语气的话，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强硬，还是有一种商量的那种态度在。然后我妈就说开始帮你说话，对，帮我说话，就说其实你这样硬留下来过年，人家也不开心，大概这么个意思。还不如放他走。对，还不如放我走。然后这时候我爸才松动了一点吧。所以去年是在我们家过的第一个春节。最近有一件不是大事就是好笑的事，跟玄学抗争啊。是这样的。清明的时候，我不是回温州祭祖了吗？来杭州的当天在家里吃饭嘛，然后我那时候大姑也在，突然塞给我了，他说是求来的手串一样的东西。对。与此同时，他还给了我一面镜子和一支笔，都是佛庙，就是寺庙里面求来的。你一般求个手串，其实就已经还算蛮正常嘛，因为我们那边其实信佛的人蛮多的。但是你一面镜子和那个笔其实有点奇怪，但是我在吃饭，我当时也没有留意什么，就直接收下了，因为我姑说反正也是就是保平安之类的那种话嘛，就收下了。当天晚上我坐那个高铁到杭州的时候，那天晚上我跟我妈聊天来着，我妈就说那个学姐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东西？我说说什么呀？
他说那个徐丽妈妈前段时间就是给我发微信嘛，要你的生辰八字，就是要你的生辰八字，说给我算一下，算我什么时候能结婚。究竟算什么我也不知道啊，说的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妈就给他那个生辰八字，但我妈她说我压根就没当回事儿，因为我妈她是从来不相信这个东西，从来不信这些东西，就给了。然后我就突然一下就联想到你姑姑给了你一个手串，那时候还戴着呢，我那时候还在显摆呢。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儿可能不太好吧，是不是你姑姑给你求了点别的呀？是不是想求咱们俩分手，还是求姻缘的之类的东西，求让你结婚的一些东西？我说要不就摘了吧，别戴了。然后我妈又说那个徐雷妈妈前段时间给我发微信说有没有时间去温州玩一下？因为当时的计划是刘华也要从成都一起飞来温州，就我们俩一块在我们家温州过这个清明。而且徐雷妈妈也是盛情的邀请我去。对，邀请了2次。第一次我说她可能工作有些还忙不过来，就先不来了。然后之后又邀请了一次。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是打算去的。对，是的。工作，然后我就直接来杭州了，然后我没有去成。然后当时我跟她说，我说就是可能会去的那会儿，就最早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宝兰就跟石女士说那个大海也要来温州，要不要找个时间来温州？就请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温州啊。然后我妈就说她没有时间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想要让双方父母见一下，再聊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不太相信，就是他会把2个双方父母叫过来聊咱们俩未来的规划吧。肯定是再聊一下咱们俩之后怎么结婚的这些事儿吧，应该是，就还是希望能够把咱们俩拆开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事情。就咱们俩在决定，就我当时跟你说准备要去温州，就在去迪拜出差之前就确定这个事儿了嘛。那个时候估计宝兰就已经跟我妈说了但我妈没告诉我这个事儿就前2天聊天的时候，你都已经回杭州了，说这个事儿。我妈这个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表面上说的特好，实际上她就跟宝兰有小动作。我觉得他俩肯定是有小动作。然后后来我妈又跟我说了个什么，她说无论徐雷爸妈跟你说什么东西，你都不要生气，也不要去跟人家正面去吵。对，因为这句话她好像是石女士不让我听见还是怎么着的因为她不是发语音嘛，我当时这样看了瞄了一眼，语音的时候问我说徐雷在不在身边？对，我还旁边瞄了一眼呢，我还意思就是说要不要徐雷在身边，然后跟我说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要去跟徐雷爸妈去发生正面冲突去吵，因为人家当父母的都是希望孩子能结婚，你自己不结婚没关系，但是也不要拉着别人。我妈就这个意思。然后就在当下，我就把那个手串就是意识到。他们可能去就是寺庙里面求了一些我们个人的姻缘，可能是就没有求我们俩在一块。但是后来想一想，是你妈能把这事告诉你姑姑？但我不知道，反正我姑说是她求的，那谁知道呢？主要是他们还一块去了普陀山这段时间，就是我爸妈其实还是不想让外人知道这个事情，哪怕是最亲的姑姑他们暂时也。他虽然说没有让你们亲戚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但他可能着急你的婚事，让你姑姑去给你求姻缘。对，这个肯定就是清明这段期间回家之后，还蛮离谱的，就见了基本上各个亲戚基本上都见了一遍。我真无语。是我妈妈的那些朋友，就是特远的一些亲戚找工作，小时候见过1-2面，谁记得啊？我真记不得。然后我们之前不是去迪拜出差嘛，然后在他们村里就已经传承了我们在迪拜开公司。对，传出来我们已经在迪拜开公司了。我真无语啦，我嘴都还没说出来，想反驳2句呢，人家已经酒喝上了。但是我妈已经在尽力的打圆场了，因为肯定不想让那些真的没见过几面的亲戚来掺和进来。还有一个更搞笑的事，好久之前，就是我第2次去温州，就是表哥那一次，是不是？对。当时就是开着那个表哥的那个车，那个说大海啊，你的那个业务能不能分点给我做？然后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俩刚见第1面，在车上就开始跟我说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说能不能分点业务给他去武汉做？人都没认熟呢。你说我该怎么回答？还好当时徐店爸爸帮我打圆场，还好当时是我们3个人在，爸爸还在。如果是我们3个人的，估计尴尬死了。然后还有一事，对，那个是我还在深圳的时候，就突然打了一通电话过来跟我说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我就说我还是做互联网的。巧了不是，他就是在杭州做互联网的。他就是做那种直播的，做直播的那种商务，然后他就说现在肯定不太好做，大概想问一下，就探探路子，可能是大家想一起共同发展之类的，学习一下。然后到后边就说，他突然来了一句话说，就是看你朋友圈那个人，就说你们俩还经常在一块儿。我说是啊，我们一起做那个工作嘛。他就突然来了一句说，你还是不要被他掰弯了，怎么样的。我就说你还是要结婚的。然后我就说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然后就挂掉了。然后我后来又有一个佐证。不是佐证，就是一个小想法哈。我当时第一次去徐雷家的时候，我不是出了一期视频吗？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在穿搭上就是不太会那什么，就是会捯饬自己。就是我比如说我一件裤子好看，我就可能买好几条裤子，买了2-3条。对，一件衣服穿的好看，我可能就一直买下去，不会换新的。然后那天我刚到他们家，就在门口见到他姑姑，那是第一次见面，大致的打了个照面，在门口坐着聊了一下。然后第2天早上起来，我又见到他姑姑，然后他姑姑见到我第1面。
就说大爷，你的这个裤子怎么这个洞比昨天破的更大了？这一句话给我操！我当时给我吓得我一跳，你知道吗？因为我一共有2条一样的裤子，因为我在那个裤兜里面揣着个钥匙，把那个裤子给磨破了，一个裤子洞大，一个裤子洞小。我第一天见面的时候穿的是那个洞小的裤子，第2天穿了一个洞大的裤子，2条裤子我换了一下，结果都被他姑姑给发现了。他姑姑观察我观察的有多仔细，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对，真的把我给震惊到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想说，你说他姑姑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俩之间的事儿，这就是我一个普通的朋友第一次去他们家。你仔细想想，你带一个普通的同学或者同事回家，你这亲戚有必要观察的这么仔细吗？应该不会吧？我觉得你现在只身一人进入我家有点危险了。我一点都不觉得危险。我跟你说，温州那事儿我真想去，但是我就是工作太忙，我还真想去跟他们正面应战一下，把这事摊牌说清楚完事儿，就让他们不要抱有幻想就行了。但是老徐的核心思想还是让我先玩，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能再玩个10几年。我突然想起来，真的是后来还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徐爹妈妈说了，就算是我这关能过，你爸那关也过不了。是的，但是我也无所谓吧，我一点都不焦虑这个事情嘛。就像之前粉丝说的一样，就是你爸是个强势的人，最后你又是找了一个强势的人，找我这样的人。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我跟你爸肯定是一类人，我一点都没觉得说有压力，或者说这事儿不好办呢，不好搞定啊，是因为我也是生意人，你爸也是生意人。我真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好搞定的人就是生意人。不好说，老徐的宗族观念还是挺重的。可是现在呢？你现在看他跟以前的态度一样吗？不一样，是缓和了很多，就是缓和了，而且他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那个应激，或者说是那种。对，因为那一天很巧然的，我跟他同处一个屋檐下，在深圳的时候，他就突然来了一句，就说：“你跟大海这件事儿啊，还是得想一想。”他是那种语重心长的说，他不是说很严厉的跟他骂或者怎么样。这都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好了，这都已经超过99%的同性恋的家长了，你相信我。是的。然后他就跟我聊，就主要还是以未来打算，就大概是主要是围绕这个话题。然后他反正当时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再给我10多年的时间。我当时我20几岁的时候，就是20出头的时候，就跟我爸说我不结婚，跟我爸说没事，你30岁结婚就行。我现在马上就要30岁了，我爸说还有1年结婚就行，还有3个月，就这种事情只能拖，其实只能拖。他们现在已经无所谓了。我去年还发生一件大事儿，也不是大事儿吧，给我爸妈买了套房子，养老的房子。一套合景房，北方还是就是有下雪的时候能看到外面那个河面结冰，挺美的。然后130平米，他们也挺满意的，就是对这种事儿好像更加的不在乎。为啥呢？因为他们有别的点，就是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儿子有没有结婚了，他们不在乎了，就是我儿子结不结婚就是不太重要了。为啥？因为儿子又能给我买房子，又怎么着。之前我跟他谈过一次这个事情，你知道怎么说的吗？在我姐家，我们家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天然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那些亲戚吧，婚姻都不幸福。哦，我妈其实也是能够拎得清。然后那天吃饭的时候，我爸就是属于那种真服了，说哎呀还是要结婚，就是他无论如何，就是你无论怎么着，他就一个宗旨，还是要结婚，但他不会去给你催你，就是这句话永远不可能停，就跟唐僧一样一直在念这句话，一直在念经。但我已经习惯，我又无所谓，你知道吗？他爱说就说，但是我有的时候他们说这种烦，对我就觉得烦。然后我当时又跟他们说这个事情来，我爸只要一说哎还是要结婚，我妈就说哎呀行了，不要说这个，不要说这个。然后我妈也觉得我爸烦。我说找一个操蛋的一个女的回家怎么办啊？就是你就像那谁，就举例的举我家亲戚，你那个还好，那能举例。对，你找这些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因为我家里那些亲戚吧，有一些，比如说父母掏钱给孩子买的房子，说想要去儿子家住2天，人媳妇不让去。我说你父母来了，那我就搬走，人儿媳妇就直接放话，所以导致也挺丢人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妈当然不希望这样呀。你看人家那个就是那个连让你去住的地方都没有。对吧？我跟你说，我说徐雷，至少你就算是我们俩露宿街头，也至少能分你一张床，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何况还买了房呢。然后这个时候，我爸是认可的，主要是我给他俩的印象还比较好，对，十分的好，挺好的。所以这一点，我爸是比较认可的。然后我爸有的时候吧，就我要不说我爸这个人一辈子就给别人打工，上了一辈子的班，就永远从20岁在一个企业上班，上到60岁退休，这工资都没有明显的增长，就在底层工作了一辈子，说明他这个人真的是目光短浅，他真的是没有什么上进心，就是对未来的一些事情他完全是看不透、看不懂，务实。他只看现在。然后我爸就开始在不知道我们俩之间关系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个特别离谱的一个事儿。他说现在那个好像，就只要你一个婚前财产吧，做一个公证哈，结婚之后就不用分的。
他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来？我爸以为我是企业做大了，不结婚的原因是担心结婚之后把钱分走一半儿。我爸以为我担心这个才不结婚。那他能料到这一层已经很厉害了。我心想说，你可真是我亲爹！我不结婚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人跟你这么多年，你说你离了婚之后1分钱不给人家，这能说得过去吗？他只是在思索众多原因中的某一个。他以为我是因为这事儿，实际上我并不是。我跟你说，这个餐厅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门子多；第二，旁边就是一条马路，刚刚开过去的一辆大奔车，非常恶心啊，臭的是铺天盖地啊！哎，你说你之前在没有出柜之前有压力吗？这个压力可能仅限于我就不怎么跟家里人说话了，因为他们如果说多的话，我怕他们会有所察觉之类的。对，谢谢。Happy birthday to me。我心里谈不出压力是指的是什么？来自于哪方面？比较害怕。那你现在会害怕吗？不会吧？那不会。为什么？因为有我。你觉得我能给你提供安全感？可能是吧。对，目前来说是。目前回到家还是笑呵呵的，笑脸盈盈的。但是这个东西笑脸盈盈，只要笑脸盈盈就能盈一辈子。你相信我，就是这样。就是可能吧。定一个40岁、50岁的目标，我跟你说，其实这个目标他屁用都没有。说是这么说，但要几天拿这个？生日蛋糕不都是一个拿出的吗？准备浅浅许愿喽。1、2、3。我再把这个酒杯放到旁边来，看起来会更加有层次。好，再来一个低一点的啊，1、2、3，再来一个横着的啊。给你一小块哈，我吃一点点就行，因为我们家有那个遗传的糖尿病史，所以我不太能吃甜的。我本身也不太爱吃甜。那这个手重掉进去了，没事。给我的，真的是给你很小一块哈。对自己有未来有人生规划，就达到这个美好规划。就现在这样挺好，就现在就可以。那我想请问哈，别人又该说咱俩不熟，如果说我们现在突然间有一切都消失了，你能接受吗？就能这么来，就不会像现在就是有这么多的钱可以花，有这些时间。我花钱的欲望也没有很多呀，也还好吧，我觉得还行，能接受吧。本身我们有点焦虑的，就是我觉得我特担心，就是以后我们突然这些东西没有了，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觉得没有人能够一直站在高处，这是肯定的。其实我觉得我能够接受，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永远接受新鲜事物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允许任何事情发生的人。就算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开始走下坡路了，就不行了，翻篇了，这个时代不属于我们了，我也能够坦然接受，或者说再迎来新一轮的创业。就哪怕说我们就真的回归到人间了，日出出来种地，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2个人在那个灯光下读书，我觉得也行，就不用那么倒腾嘛，对吧？也行。就那一天真的来了，你害怕吗？那害怕肯定是会吧，可能给我段适应的时间，可能也就还好吧。长得也蛮漂亮的，又平顺，可以了。我觉得这些事情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觉得这顿饭是我们从卡塔尔回来之后吃的最舒服的一顿。拜拜，我们下期再见啊！拜拜，下期再见。